小伙在路边正开心地吃着面条，怎料碗里突然出现一个男人跟他招手，他顿时被吓得摔倒在地，惊恐地告诉老板碗里有个人。老板端起碗检查了半天，却连个鬼影子都没瞅见，以为小伙在故意找茬。小伙不信邪，又在碗里找了一遍，可却什么也没找到。他以为自己是看花了眼，连忙跟老板道歉，心有余悸地慢慢把面条吃完。随后老板收拾碗筷，将碗扔进水里清洗。没想到就在这时，水里的碗竟然自己爬了出来，偷偷钻进了小伙的背包里。等到旺财回到家，将今日之事告诉了母亲。王婶认为儿子肯定是太累了，让他赶快回房歇息，然后打算帮他收拾一下背包。没想到下一秒从包里拿出一个瓷碗，旺财看见后吓得直接蹦了起来。王婶被儿子的惨叫吓得直接将手里的碗扔了出去，没想到碗掉到地上却完好无损。但王婶并没有发现这只碗有什么奇怪，因为只有旺财能看见那张男人的脸。男人表示只有旺财能看见他，所以恳求旺财能帮他个忙。可此时的旺财已经被吓破了胆，根本听不进去他说的话，赶忙让母亲将其扔出门外。怎料当天夜里，旺财再次梦见了那个男人，表示旺财如果不帮他，他就会一直缠着旺财。好在这时王婶赶来，及时用冷水泼在他的脸上，这才将他从噩梦中叫醒。王婶虽然看不见那个男人，但从儿子这一天的反应来看，似乎不像是假的。于是隔天他便到客厅请来观音神像，让儿子不管去哪都将神像带上，观音菩萨定会护他周全。而此时双击留下顺风顺水，菩萨都会庇佑你心想事成，好运连连。随后旺财便背着神像上宫去了。怎料当他走在街上时，路人们却看见他嘴里叼着一只碗，都以为旺财是个精神病。然而旺财走着走着，竟不知不觉来到一片树林。正当他一脸疑惑时，那只碗竟又出现在他的面前。男人不明白旺财为什么不愿意帮他，他又没有什么恶意。旺财被吓得两腿发软，怎么这年头连鬼都不怕观音菩萨了？男人表示他没有恶意，所以菩萨是不会伤害他的。可是旺财却不管这些，吓得连忙跪下给鬼大哥磕头。谁料下一秒他又回到了巷子里。王婶看见他对着空气拜个不停，认为儿子肯定是疯了，于是旺财便将刚才发生的事告诉了母亲。事到如今，王婶觉得这件事并没有那么简单，于是连忙带着儿子来到观音庙，祈求庙公的相助。怎料庙公接下来说的话令母子俩万念俱灰。